我叫陈凡，3个月前为了挣钱来到美国，却被当地的地头蛇杜家大小姐抓到矿场，沦为挖矿的奴隶。缅国境内人命如草叶，每天交不走300斤的原石，就会被他们开枪打死。而我因积劳成疾，体力下降，没能交齐原石。陈凡，滚过来！叫你呢，没听见啊？连300斤的原石都交不上来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大哥，我求求你饶我一命！明天我一定交双倍的原石，求求你！跪下！大小姐，都准备好了，动手吧。先给你松松筋骨，待会儿好上路。都看好了，交不上原石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刚才那是预知未来，小心！大小姐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！找死！去查，谁派他来的？陈凡是吧？既然你救了我一命，今天你没交齐原石的事情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等一下，臭小子！大小姐好不容易饶你一命，你还想找死是吧？大小姐，我想跟你混。杜瑞秋可是缅国5大家族之一的杜家大小姐，掌管缅国玉石市场。既然我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一定要靠着这个能力逃出矿区，在美国逆天改命。就你一个干干巴巴的华国人，有什么资格跟大小姐混？再不滚，我现在就打死你！想跟我混，你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？不愧是世家大小姐啊，内裤都穿满钻。不对，我不仅能预知未来，还觉醒了分析万物的能力。如果你没本事，就别浪费时间，滚回去挖矿。我可以帮大小姐建玉赌石，而且一定赚钱。臭小子，你少给我胡说八道！连我一个深耕赌石10年的专业鉴定师都不敢保证赌石一定赚钱，你有什么资格？闭嘴！既然你说你会赌石，拿出证明来。不是吧？这个茂昂挑了一桌的原石，竟然1块带玉的都没有。正好先找你收点利息。这些是大小姐安排茂昂挑选出来的原石，对吧？不错，哈哈，这些都是我这个大小姐手下首席鉴定专家亲自挑选的原石，个个都是矿场里的极品。极品？你就拿这堆垃圾来骗大小姐说是极品？小子，你再敢跟我胡说八道！陈凡，如果你敢骗我，得死！陈凡这小子真是自寻死路。这一批原石都是茂昂千挑万选出来的，大小姐留着有大用的，怎么可能是垃圾？来吧，小子，你敢摔我挑的原石，今天我一定杀了你！闭嘴！你给我睁大眼看看。一批原石20多块，1块玉都开不出来。茂昂，给我一个解释！老板，我错了，我一时失职，求求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和缅西矿区的老板吴昂泰开了一场私盘赌石，如果你给我开出的玉石都是堆垃圾，我不如直接认输。老板，是我不对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帮您赢下赌石。好机会。茂昂，说大话谁不会？帮大小姐赢下赌石，我也。你好主意。既然如此，你们2个比一场，谁赢了以后就跟着我，输了就死。这是我唯一逃离矿坑的机会，必须把握住。大小姐，我可以比，不知道茂昂大哥
有没有这个胆子？大言不惭，比就比，我就不信我还比不过你这个成天挖矿的奴隶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们两个各选一块原石，价高者胜，去选吧。茂昂可是缅国颇有名气的赌石大师，就算今天状态不好，也不是陈凡能比的。谁让陈凡自己找死，老老实实当矿奴不好吗？非要跟茂昂比赌石？就这块了。这是开窗的红翠，还没切开就能看出里面的清透感。这块原石不出意外，解开就能卖1000万啊！大小姐，我选好了。不出意外，这块玉切开就能卖1000万，当做我对您的赔礼。这破石头就表皮有一点绿，也就值个500块。搬切石机来。茂昂大哥都开始解石了，那个陈凡怎么还在那儿傻站着？肯定是看到茂昂大哥选出来的红匪吓傻了呗。谁让他信口开河，敢跟茂昂比赌石，简直自寻死路！陈凡，赶紧选原石！你们华国人都是这么墨迹吗？比赌石不是谁快谁就好，我可不像某些人学赌石多年都学到狗肚子里了，开出一堆废料。小子，等我的石头解开，就是你的死期！茂昂，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帝王绿，天助我也！我选好了。陈凡在废料堆里选原石，你是个傻子吗？看来陈凡真的是被吓疯了，竟然从一堆一眼垃圾的原石里选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陈凡、茂昂，既然你们两个都已经选好原石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待会儿谁要是不认账，别怪我枪口无眼。放心吧，大小姐，我的高冰红匪定然赢过陈凡的废料，我绝不会不认账。赌石输赢可不是光靠嘴皮子说。臭小子，老子再让你嘚瑟最后3分钟，等我的原石解开，一定亲手送你上路。茂昂师傅的原石解开了，是高冰红翠。茂昂，这么好的翡翠，你不得亲眼看看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怎么可能？我千挑万选的原石啊，为什么只有表层有一点玉？这么一点玉，就算是高冰红翠，也就值个几百块吧。那陈凡岂不是随便开出什么玉就赢了？前提是得能开出玉。就陈凡选的那块废料，多半连茂昂几百块翡翠都比不过。没错，就算我的翡翠只值几百块，也比陈凡的废料强。陈凡，这就是你笃定的好料子。我说的没错吧？陈凡一个只会挖矿的废物，连玉都开不出来。两个废物！陈凡，你输了，遗言现在说。大小姐，您别冲动，按我划线的地方慢慢磨。陈凡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陈凡是个男人，就愿赌服输，别墨迹。大小姐，我的那块原石里面是极品帝王绿，他妈的，你知道帝王绿是什么概念吗？刚才是我没有给解释师傅讲清楚，少给我胡说八道，我这就把他毙了，拉出去喂狗。让他切，切不出来，我把你切了。大小姐，一块废料怎么可能开出帝王绿？这小子就是怕死，找理由骗你，跟他浪费什么时间啊？跟着杜瑞秋混，果然是在刀尖上舔血。这个陈凡一脸认真，难道他的原石里真有帝王绿？怎么可能？帝王绿那可是最稀有、最极品的料子，一块能卖到上亿。陈凡要是能开出来，那岂不是一步登天了？大小姐，出绿了，帝王绿！
大小姐，陈凡开出来了咱们矿场第1块帝王绿啊！虽然这块玉只有1半，但如此成色，半块都能卖5000万。陈凡，他竟然真开出了帝王绿！陈凡，干得不错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陈凡一个矿奴，怎么可能开出帝王绿？茂昂，愿赌服输，说遗言吧。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我跟了你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求求你饶我一命吧！饶你？这几年你借着我的庇护，作威作福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享了5年福，该死了！大小姐，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吗？上路吧。那就别怪我了。不好，大小姐，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吗？上路吧。那就别怪我了，小心！陈凡，都是因为你，老子才会变成现在这样！给我去死！陈凡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带到后山喂狗。老板，给。少你了，留着保命吧。等会儿的丝盘上，你帮我赢了和吴昂泰的赌石，以后就跟着我混。谢谢大小姐。先别着急感谢，如果让我发现你是个和茂昂一样的草炮，他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。和杜瑞秋混，当真不亚于与虎谋皮，必须尽快发展出自己的事业，不能再这么被动。大小姐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这次有我，一定能帮您赢下和吴昂泰的赌石。大小姐，这位是赵涵，我特意找来的赌石专家，待会儿你们2个一块儿帮我赌石。你就是我这场的队友，等会儿赌石的时候别拖我后腿。我和吴昂泰这场丝盘，赌注是一座价值5个亿的矿山，如果我将身家命脉绑在你一个人身上，早就被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大小姐，好手段。我的手段你会慢慢见识。如果接下来的赌石因为你输了，我亏钱，你死。我一定尽力。哈哈哈，杜大小姐，好久不见呀，还是这么漂亮啊！吴昂泰，钱准备好了吗？必须啊，毕竟这场你输了，如果不想赔价值5亿的矿山，就只能给我当情人了。杜大小姐的床上功夫，我早就想领教领教了。吴昂泰，如果今天不是开了场丝盘，凭你说的话，你的家人已经在帮你收尸了。彼此，别墨迹了，不是要赌石吗？赶紧开始吧。他就是吴昂泰，只要你帮我赢了他，我给你开5000万的年薪，还允许你在我的地盘上做生意。这么大方？如果输了，就证明你都是假把货，自己去后山喂狗。大小姐不必担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输。慢死了，赶紧开始吧。去吧。吴昂泰，赶紧让你的赌石师上场。2位大师，让他们长长见识吧。怎么会是你们？这俩人谁啊？很厉害吗？闭嘴！缅国赌石界有一个排行榜，上榜者无不是赌石大师。吴刚和吴石他们2个可是榜上的第5和第3名。难怪吴昂泰愿意押价值5亿的矿山当赌注，原来早就请好了大师。那看来大小姐请来的专家是不如大师了。你怎么？杜大小姐若是害怕，不如直接认输。谁输谁赢，只有比过才知道。杜大小姐，这小子的打扮是你这儿的矿奴吧？
看样子还是个华国人，你还真是无人可用了。华国人狂妄自大，根本不会赌石，在我们缅国只有当矿奴的资格。看来是以往华国人有钱又会玩，给他们造成了华国人狂妄自大的错觉。今天就让你看看我们华国人的厉害。我们华国人赌石，可从来不像吴老板一样只会用嘴。臭小子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一个华国废物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是嫌活得太久吗？吴老板，就算我们开的是私盘，也没有杀对方赌石师傅的规矩。小子，再让你多活几分钟，待会儿等你赌石输了，沦为杜大小姐的弃子，看我怎么教育。看来陈凡说的没错，吴老板赌石只会用嘴，到现在了还不开始。听杜大小姐的，在场一共4个鉴定师，每个人选一块原石，最后总价高的一方赢，有意见吗？陈凡，别忘了我之前给你说的，赢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要是输了，后果你心里清楚。老板，选好了。一块糯冰飘青花，一块冰种，价值分别是300和500万。缅国的知名大师不过如此。陈凡，你够了没有？人家2位大师可不像你一样只会说大话。我说什么大话？他选的是块糯冰飘青花，价值300万；另一块强点冰种翡翠，价值500万。难道这个陈凡真的一眼就能看出原石的价格？不过就是哗众取宠罢了，就连我这个赌石榜第5都不敢说一眼就能看出原石价格。这个华国人还真是和以前的华国人没什么区别，只会说大话。杜大小姐竟然会让一个只会吹牛的矿奴帮你赌石，是不是想故意输给我，好享受我在床上对你的伺候啊？吴昂泰，你要是再敢嘴不干净，别怪我不顾这赌石场上的规矩。赶紧去选原石。表皮那么极品的冰种，中间竟然全是大裂，天坑啊！你看什么看？赶紧选自己的石头，别拖后腿。哼！这块不错，不能选这块，这是块废料，1分钱也不值。胡说八道！这块原石手电筒光打过去，通体清透圆润，分明是一块极品冰种。我说的是真的。这原石外皮的确是冰种，但里面全是大裂，根本不值钱。够了！这块原石可是我精心挑选，切开起码价值1000万。你不懂就别瞎说。大小姐，我选好了，就这块。你确定选这块原石？没错。大小姐，相信我，这块原石一旦切开，我们就赢了一半了。如果你不想被大小姐问责，最好别选。你，陈凡，我看你是对面派来的奸细吧？够了！陈凡，顾好你自己，选你自己的原石去。这所谓的专家果然靠不住，还是只能靠自己。这一张桌子上竟然有一块价值3000万的玻璃种，还有一块价值上亿的帝王绿。反正比赛的原石都是免费的，正好借此机会赚一把。大小姐，我选好了。真磨叽，赶紧解释吧，我倒要看看我手下2位大师选的原石是不是和你说的一样。见鬼了！吴刚大师的是一块冰种翡翠，价值500万；吴石大师选的是糯冰飘青花，价值300万。竟然和陈凡说的分毫不差。2块原石里面的玉竟然和陈凡说的一模一样，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看来我还是小看陈凡。 2块原石加起来一共800万，在赌石界根本不值钱，你们让我怎么赢？吴老板，是这场私盘里的原石太差了，我们2个选的已经是最好的了。没错，吴老板，更何况刚才那个叫陈凡的小子还说
他们的赌石专家选的原石是一文不值的废料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大小姐，陈凡他就是运气好，侥幸猜中了吴刚和吴石2位大师的原石。我不相信他能猜中我的原石。待会儿被我说中了，你可别哭。陈凡，你少给我乌鸦嘴！待会儿我的原石解开，一定要好好打你脸。杜小姐，赵涵师傅的原石解开了，是一块冰种翡翠。什么？陈凡，听见了吗？冰种，你不是说我的原石是废料吗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大小姐，我说的是真是假，您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怎么全是裂痕？不可能，我选的翡翠怎么可能和陈凡说的一样，全是大裂？大小姐，这块原石的确切出了冰种翡翠，但里面的裂痕太深，就算品相再好，也没办法做首饰卖钱，可惜了。没办法卖，那岂不是说一文不值啊？吴老板，恭喜，这场赌石我们赢定了。杜大小姐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快认输吧。我的原石还没开呢，吴老板，高兴这么早干什么？哼，大局已定，你们只剩下一次机会，我可不相信你一块原石能比得过我们2块。臭小子，逆天改命这件事儿可不是说有就有的，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赌石本就是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逆天改命这事儿，谁也说不定。师傅，石头解开了吧？出绿了！极品玻璃种，价值起码3000万。杜小姐，恭喜恭喜啊！怎么可能？还真是玻璃种，这种成色只比帝王绿稍逊一筹。陈凡，你还真是又给了我一个惊喜。吴老板，我这块翡翠价值起码3000万，比你2块加起来价值800万的原石要贵。臭小子，你别太得意。我是在提醒吴老板，这场赌石你输了，别忘了和我家大小姐的赌约。怎么，吴老板想赖账？这是我在西北的矿区，价值5个亿。陈凡是吧？你的眼力不错，愿不愿意跟我干？杜瑞秋给你多少？我出10倍。吴老板可请不起我，慢走，不送。看来你是决心跟我作对了，给我等着！大小姐，信不辱命。干得不错。大小姐，就算我帮你赢了赌石，也不用你这么感谢我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大小姐，就算我帮你赢了赌石，也不用你这么感谢我，我不是那种人。这娘们儿手速怎么这么快？我的帝王绿啊！我说你裤子下面怎么这么硬？原来是这个。大小姐，这其实是我送您的礼物。不错，我非常喜欢，你有心了。大小姐，喜欢就好。行了，你帮我赢了赌石，既然你想要这块石头，奖励你了。谢谢大小姐。记住，不要在我眼皮底下有小动作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随时都能看到。这娘们儿也太邪恶无常了。上车，跟我回家。啊！我爷爷明天过生日，先去跟我买礼物。你作为我的跟班，明天跟我一起回家祝寿，听懂了吗？哟，这么热闹，看来我来真是时候啊。杜行远，你来干什么？怎么，都是杜家人，我还不能来找你玩玩了吗？堂妹，堂妹，我父母走得早，我大伯一家一直想夺走我父母留下的资产，所以我们2家势同水火。不用假惺惺的叫我堂妹，我嫌恶心。好，杜瑞秋，你运气还真好，我特意安排的刺客竟然没能杀了你。小心，刺客是你派来的？一个废物矿奴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找死！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？打你？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？我警告你，明天是老爷子的生日，
你敢动手，他一定饶不了你。我只给你3秒钟，要是不给，就不用走了。你等着，杜瑞秋，明天爷爷的生日上，如果你的礼物还是讨不到老爷子欢心，可就不会有人护着你了。大小姐，送给老爷子的生日礼物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杜行元一家觊觎我父母留下的遗产已久，碍于老爷子阻止，才没有撕破脸。但如果这次我的礼物不能让所有人满意，他们一定会借题发挥，夺走我的资产。杜瑞秋失势，我岂不是也要受到牵连？大小姐，我可以帮你。你，爷爷平日里最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连我这个亲孙女都没想好要送什么。你一个外人，还是算了吧。近日，缅国拍卖会上惊现太空陨石，据专家估算，其价格将达到数十亿。大小姐，我有办法了。太空陨石够稀奇了吧？陨石？没错，我收到消息，太空陨石将在今天的拍卖会上公开拍卖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老板，安插在杜瑞秋身边的卧底传来消息，杜瑞秋和陈凡急匆匆的去参加拍卖会，似乎想买什么东西。拍卖会？难道是陈凡看上了什么好东西？既然如此，不管他看上什么，我都给他抢过来。陈凡，你确定这场拍卖会上有太空陨石？我们给老爷子挑礼物的时间可不多了。别担心，大小姐，今天的拍卖会保证让你满意。又见面了，杜大小姐，还真巧啊！刚输给了我5个亿，还来拍卖会消费，吴老板还真是财大气粗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这5个亿，我早晚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我宣布，本场拍卖会开始，所有拍品价高者得。第一件拍品，清华釉瓷盘，起拍价30万。怎么样？这件真货，可以拍着玩玩，不过价格最多也就值个50万，再高就不值了。31万。杜大小姐，赢了5个亿还这么小气，你行不行啊？我出100万。花100万买最多值50万的东西，这王太脑子有病。杜大小姐，还跟吗？吴老板财大气粗，在下佩服，我弃权。100万一次，100万2次，恭喜2号买家成功竞炮。哼，看来杜老板也没什么实力啊。既然如此，只要今天有我在，你们一件拍品也别想拿到。他这是专程过来跟我们抢东西呢。跟我们抢，那就让他抢个够。爷爷的生日礼物要紧，别耽误了正事。放心吧，大小姐，我有分寸。下一件拍品，华国明代花瓶，起拍价300万。假货？这拍卖会这么坑？我怎么看着这个花瓶有点像假的呢？赵老师，你怎么看？吴老板，根据我鉴宝多年的经验，这花瓶是个假货，没必要拍。我出500万。这小子是个傻子吧？一眼假的东西，他竟然出500万竞跑！你疯了？没听见他们都说这是件假货吗？大小姐，武王太不是说跟我们抢吗？那就好好教训教训他。陈凡这么精明，都舍得加价500万竞跑，这件宝贝一定值钱。我出1000万。吴老板，我拍什么你就抢什么，过分了吧？小子，拍卖，价高者得，你掏不出钱来，就老老实实滚蛋。1500万。2000万。我出3000万。3000万买个假花瓶，这人真疯了不成？难道这花瓶真的暗藏玄机？可这看着也不像啊。吴老板，这就是件仿品，假的，听我的，别拍了。放开！能让陈凡开出3000万的东西，一定是件宝贝。我出5000万。5000万？难道是我看走眼了？这花瓶真是件宝贝。陈凡，可以了。算了，听大小姐的。看来杜大小姐也不是那么信任陈凡啊，连5000万都不舍得出。5000万淘到了个宝贝，提前恭喜吴老板。小子，见识到差距就好。来人，把我这5000万买的宝贝花瓶拿过来，让我好好鉴赏。这就是价值5000万的花瓶，看起来不怎么样啊。这就是价值5000万的花瓶，看起来不怎么样。你懂个屁！越老的东西越朴实无华。陈凡啊，陈凡，难得你舍得下血本拍卖，只可惜啊，东西落到我手里。不对，哪儿不对？吴老板，我鉴宝20年，敢用我的命保证，这就是件仿品，1万块钱都不值。你被陈凡给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就说嘛，这花瓶要真是件宝贝，我能看不出来？竟然有人花了5000万买一个假货，还真是钱多烧得响。陈凡，你敢耍我？原来是假货呀，还真是看走眼了。还好吴老板抢过去了。
多谢。你找死！吴昂泰，别忘了这里是谁的地盘。肃静！再敢在胡小姐地盘闹事，别怪我把你们请出去。算你运气好。下一件拍品，一颗石头，起拍价1000万。一块石头卖1000万，疯了！这石头怎么看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石头，傻子才买。大小姐，这块就是太空陨石，务必把它拿下。交给你了。我出1000万。竟然真有傻子花1000万买块破石头。吴老板，我出1000万，你呢？吴老板，你已经被陈凡骗了一次了，千万不要上当。陈凡，你以为老子是傻子吗？一块破石头，也就你这种没见识的乡巴佬买。这位先生出1000万竞拍神秘石块，还有人要竞拍的吗？1000万一次，1000万2次，成交。陈凡，你确定这就是你说的陨石吗？这怎么看都是块普通的石块啊，哪儿值钱了？放着好东西不要，1000万买块破石头，陆大小姐怕是被陈凡忽悠瘸了。那也比你5000万买个假货强。臭小子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真想死是吧？臭小子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真想死是吧？吴昂泰，你敢！我警告你们，这拍卖会可是由缅国商界之首胡小姐亲手组建，你们要是敢在她的地盘上乱搞，一定不会轻饶了你们。我和胡小姐相识5年，事后只要向她道个歉就够了。陈凡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主动赔我5000万，或者被我打死。你想跟我火并？放开他！看来你们是不打算主动交了，那就去死吧！吴昂泰，敢在我的地盘上行凶，好大的威风！胡小姐，你们两家还不把枪放下吗？胡小姐贵为缅国商界之首，自然以您的话为重。缅国商界之首，这么厉害？闭嘴！胡小姐在缅国手眼通天，得罪了她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好好一场拍卖会，都被你们给破坏了。说吧，你们想怎么解释？胡小姐，陈凡这小子3番2次戏耍我，看在咱们认识10多年的份上，您让我把他解决了，事后我一定向您赔罪。放肆！我定下的规矩，被你记到狗肚子里了吗？不敢不敢。都听好了，在我的地盘，不允许任何人动粗，别怪我胡妹翻脸不认人。是。不好意思，陈先生，今天这件事情您是受害者，我代替拍卖会主办头向你道歉。胡小姐客气了。早就听闻陈先生帮杜大小姐赢下赌石，赚了5个亿，如今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不知陈先生改日可否帮我看些宝贝？胡小姐，陈凡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何必如此抬举？他如果真有实力，怎么可能花1000万买一块破石头？说的有点道理。陈凡参与拍的东西，要不就是不值钱，要不就是假货，根本没有一点眼力。胡小姐，这就是块遍地都是的破石头吧？破石头，一派胡言！这明明是一块太空陨石。这个狐媚眼力竟然这么好。陈先生有如此实力，还如此谦虚，我喜欢。胡小姐，还是说正事吧。实不相瞒，这块陨石我看上，我出10个亿，请问陈先生是否愿意忍痛割爱？这小子竟然被胡小姐看中了。胡小姐可是缅甸玉商界之首，10个亿买他这块陨石，简直是天大的便宜。是啊，多少人想巴结胡小姐还没门路呢。这小子今天估计是要一步登天了。胡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块陨石事关我家小姐身家命命，我实在难以相让，还请您理解。大小姐，送给你。是我和这块陨石无缘，不过既然陈先生有如此眼力，可否改日帮我看些宝贝？好说好说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胡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和陈凡还有要紧事，先走一步。传闻里不近人情的杜大小姐也动了凡心。大小姐，
给我爷爷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办事，大小姐放心。走吧。站住！你不能进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让他进？行远少爷有令，外人不得进入杜家。大小姐，还请您配合。配合？你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，陈凡是我男朋友。对不起，大小姐。刚才的说辞只是为了带你进来，你别多想。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我们刚到杜行远就给我们使绊子，今天的生日会怕是不会那么顺利，你做好准备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斩，更何况我相信谁也比不过我们给老爷子准备的礼物，是吗？臭小子，你刚才说谁也比不过你们给老爷子准备的礼物，不怕闪舌头？见过吗？这可是楼兰王朝的皇家印章，我寻遍全球才找到这么一枚，价值3000万。杜蕊秋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不过3000万的印章而已，跟我们的礼物比起来就是垃圾。大言不惭，说的好听，有种拿出来让我看看。看我的礼物，你还不配？我看你无非和前几年一样，给爷爷送几块翡翠应付罢了。今天缅甸名流权贵可都要来参加爷爷的生日，要是让他们觉得你不用心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走着瞧。杜行远这货不会是被人当冤大头了吧？小子，再敢看我的印章，老子挖了你的眼珠子！杜大少爷，一个假货而已，这么宝贝干嘛？我要是你，绝对不会把这么个垃圾送给老爷子。臭小子，敢说老子的东西是假货，找死是吧？在家里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爷爷，爸，小辈吵闹一些，家里更热闹，您别动气。是啊，爸，今天您过生日，缅甸多少权贵都在外面等着见您一面，这么大喜的日子，动气多不好。行远，过来给爷爷道歉。他们就是杜行远父母，我的大伯和伯母。杜行远敢如此嚣张的放言夺取我的家产，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爷爷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您看，我还专门给您准备了礼物，您就别生气了。行了，通知所有人，宴会开始。陈凡，我爷爷这人最好面子，如果今天你能让他长脸，想要什么都行。但如果让他觉得丢了脸，别说你，就连我都要被关禁闭。你说话注意点。放心吧，大小姐，我有分寸。行远，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爸，今天的礼物保证让爷爷满意。不错，等老爷子满意了，我就让老爷子命令杜瑞卿把他手底下的矿区让出来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不信老爷子不答应。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赶紧把礼物送给你爷爷呀！爷爷，这枚楼兰皇家印章是我搜遍全球找到的唯一孤品，送给你。祝我们杜家和这枚印章一样，恒古流传。这么珍贵的印章，得价值大几千万吧？杜大少为了给老爷子准备礼物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不错，星远，你有心了。今天老爷子我高兴，你想要什么随便说。爷爷，我想要我堂妹的矿区。行远说什么呢？瑞秋的矿区可是他父母留给他的遗产。老爷子，行远他也是为杜家着想，您千万别动气。一唱一和，演得还挺像模像样。瑞秋，矿区盈利每年越来越少，依我看，你已经没有能力经营了。
既然邢远想要，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杜大小姐凭借着父母留下的矿区，才能跟杜少爷一家抗争。如果失去了他，杜大小姐定然元气大伤，彻底被他大伯一家吞并了。杜瑞秋，等拿到你的矿区，我就再制造一场意外，让你死的不知不觉。爷爷，我当然不同意。陈凡，放肆！陈凡，赶紧回来！别担心，大小姐，今天我就替您从这帮欺骗老爷子的骗子手中讨个公道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年轻人，我劝你不要胡说八道，当心祸从口出。小子，什么叫他们是骗子？给我一个解释！老爷子，我说杜行远一家是骗子，自然是因为他们骗我。一个无名小辈也敢在杜家撒野！邢远，崩了他！小子，当着爷爷的面诋毁我们，老子这就崩了你！住手！你们是要毁了爷爷大喜的日子吗？当着爷爷的面撒野，今天你也护不住了，去死吧！放下枪！小子，接着说，他们是怎么骗了我？老爷子，杜行远口口声声说他送给您的礼物是楼兰古国的皇家印章，世间罕有。但依我看，这枚印章假的不能再假。这小子说杜行远拿假印章送给老爷子，怎么可能？爷爷，您别听陈凡胡说八道，这枚印章是我亲自购买，没有比他更真的了。如此看来，你的眼神连狗都不如。你找死！住手！哼，陈峰是吧？既然你说这枚印章是假的，那就拿出证据证明。如果证明不了，我拔了你的舌头。这小子既然真的想证明印章是假的，哼，真是大言不惭。放心，既然他是杜瑞秋的人，如果待会儿他证明不了印章是假的，别怪我大做文章，将杜瑞远赶出杜家。爸，说得好，既然他们自寻死路，就别赖我们赶尽杀绝。陈凡，你当真没开玩笑？小子，既然拿到了印章，就别墨迹了，赶紧证明。都看好了，这所谓价值千金的皇家印章，不过就是块破石头仿制，一文不值。小子，你敢摔老子的印章！爸，陈凡这臭小子当众摔我们送给你的礼物，这分明是公然打您的脸啊！闭嘴！你们给我好好看看地上！这怎么是块石头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杜行远，你口中的珍贵印章，原来是指这块石头啊！不可能，我花6000万买的印章，绝不可能是一文不值的石头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没想到啊，杜家大少爷竟然被人骗了，花6000万买了块破石头，这不是公开表示自己眼力不行吗？杜行远，一块印章都能被人骗，就这头脑怎么能经营好矿场？索要瑞秋矿场这事儿免谈。爸，行远眼力是不行，但孝顺您的心意一点也没少啊！不像杜瑞秋，到现在一点寿礼都没拿出来。爸，杜瑞秋往年只会从矿区拿翡翠原石，依我看，他就是想用这种破石头敷衍你，根本没有一点心意。是啊，如果杜家大小姐送给老爷子的寿礼还是那么没有诚意，还不如不给。你们猜对了一半，我的确要送给老爷子一块石头。不过呢，这块石头不是翡翠，这是……天哪，这是陨石，是那块胡妹胡小姐要花10个亿拍下的太空陨石。天哪，这块陨石真的是胡小姐想买的那块？没错，我亲耳听闻胡小姐的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块陨石，胡小姐还想花10亿收购，但是被买家拒绝了。没想到买家竟然就是杜小姐。老爷子，
杜小姐为了让您高兴，放弃了赚10亿的机会，如此心意实在难得啊！老头子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识过不少好东西，但这10亿级别的太空陨石还是头一遭。瑞秋，这礼物我很喜欢，你有心了。爷爷，是陈凡四处奔波，才为我找到了这块陨石。这礼物能送到您手上，多亏了他。好，陈凡是吧？能鉴定出假的皇家印章，还能找到太空陨石，是个人才。正好我们杜家在缅南有5个门店，归你了。多谢老爷子，我一定会让您满意的。行了，去吃饭。该死的陈凡，竟然坏我好事！闭嘴！你自己眼力不行，买了假货，被人拆穿，颜面扫地，就别怪别人。爸，是我的错，但我们明明马上就能夺走杜瑞秋的家产了，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呀！别担心，老爷子没那么器重他们。缅南可是杜瑞秋那个死对头吴昂泰的地盘。爸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老爷子之所以将缅南的几个商铺交给陈凡和杜瑞秋，分明是想考验他们。如果他们经受不住考验，一样得不到老爷子器重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爸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去找吴昂泰合作，让陈凡和杜瑞秋的店开不成？还算聪明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这次如果你再给我搞砸，别怪我不顾父子之情。大小姐，既然老爷子给了我几个店铺，我先过去看看，总算在缅国站稳脚跟了。我的逆袭之路才刚开始。之前说让你假扮男朋友，只是为了带你进杜家，我改主意了。大小姐，太近了，当心被人看到。怎么，如今杜家上下都知道你是我的人，你怕被谁看到？还是说我这么一个大美女倒贴，你不愿意？大小姐，我可不敢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是不敢，还是不想？今天你帮我在杜家站稳脚跟，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答应你，包括我。大小姐，还是先去看看铺子吧。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当做你帮我的奖励。记住，无论外面给你多少，我给你的永远最多。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看来大小姐这是非让我留在你身边不可了。上车，带你去看看你心心念念的铺子。用一块价值10亿的陨石，从杜家老爷子手中换了缅南几间小铺子。陈凡啊，陈凡，我该说你是聪明，还是足够有野心呢？老板，关于陈先生的消息就只有这些。目前他应该在去缅南门店的路上。去藏宝库里挑几件贵重的宝贝拿过来。陈凡的店铺要开业，怎么能不去道喜呢？老板，陈凡不过就是杜家大小姐的小跟班，至于您对他如此上心吗？一个跟班能连续开出帝王绿翡翠，一个跟班能捡漏陨石。我身边如果全都是这种跟班，早把全球的市场拿下了。陈凡啊，陈凡，我很好奇，你能走到什么地步？看来老爷子这是在考验我的实力。怕了？怎么会？我反而动力十足。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还能分析万物。经营一个店铺，还不是有手就行。这店铺很久没开过了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原本这店卖翡翠原石，接着干呗。把店盘起来，再去找合适的合作商。矿场里暂时没有好原石，我先带你去原石市场看看。陈凡，这块原石卖5万块，你看着怎么样？豆种翡翠，买了小赚。好，我再看看其他的。什么情况？一整个摊子全是赔钱货，这玉石市场的水也太深了吧！老板，这块原石多少钱？小姐好眼力，这可是我这摊子的镇摊之宝，一口价50万，你拿走。大小姐，别买，这是块废料，买了必赔。竟然敢骗我，找死！我出11万，11万，这块石头我要了。杜行远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买石头啊？怎么，这市场上的东西你们买的我就买不得？是啊，这位老板，自由买卖，
价高者得嘛。蠢货！哎，大小姐，既然杜行远要玩，我们好好奉陪。一摊子假货，杜行远，我让你买个痛快。老板，这块怎么卖？这块7万，我出8万。这位老板，他出8万，您还要买吗？杜心源，我们刚选好的原石，你就加价抢走，别太过分了。怎么，一块原石的钱而已？杜大小姐要是付不起，可以求我呀。大小姐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陈凡、杜瑞秋，就算你们拿到老爷子的店铺又能怎样？只要有我在，你们休想开下去。你买完了吧？老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？5万，我出6万。这块呢？10万，我出11万。陈凡，别挑了，这摊子上的原石我全要了。蠢货！哎呦，老板大气！您买的这些石头一共500万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转账？这位老板，这摊子上的所有原石都是你的了，我先走一步。跑这么快，这摊主不会知道这是一堆废料，怕挨打吧？哟，500万买一摊子的原石，杜大少爷有实力啊！杜行远，我的矿场还有一矿场原石呢，要不你都买了？你们少得意，能被你们看上的原石摊子，一定少不了宝贝。等会儿里面的石头开出好运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搬解石机去解石。少爷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不会被耍了吧？第一块而已，无所谓，继续。10几块石头，怎么一点玉都没出？杜大少爷，看来运气不太好呀。你少得意！老板，剩最后一块了，要开吗？开！老板，这最后一块还是什么都没有。老天爷，这位杜家大少爷花500多万买了18块石头，最后一点玉都没开出来，血亏呀！杜少，500万买的原石，一点玉都没开出来，运气不怎么样嘛。陈凡，你耍老子！你自己要买的石头，跟陈凡有什么关系？放开！500万而已，亏了就亏了，老子又不是赔不起。霸气！杜大少爷，我们还要去其他摊位逛逛，你要不要跟着一起买点啊？你，陈凡还想耍老子是吧？我可警告你们，缅南可是吴王泰吴老板的地盘，你们在他的地盘上做生意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吴王泰，他的地盘竟然在这儿，怕了？怎么可能？风浪越大，收益越大，这点困难都经受不住，我还怎么在缅国成为人上人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吴王泰不敢对你怎么样。这大小姐怎么越看越好看呢？大小姐，先去其他摊子看看原石吧。不错，这样才像个店。最次的也是和田玉，还有几个玻璃种翡翠，赚大了！万事俱备，下一步开店。在老子的地盘开店，竟然不孝敬老子保护费，谁这么大胆？吴王泰还真来了。缅南这条街一直都是吴王泰说了算，爷爷之所以让你经营这里，也是动了考验你的心思。陈凡，杜小姐，既然来我的地盘了，不先去拜拜码头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杜小姐，我可听说了，杜家老爷子给了陈凡5家店铺，都在我的地盘上，想在我这儿做生意，那就先把保护费交上。杜家的消息，你一个外人怎么知道？当然是我告诉吴老板的。杜行远，你还真是跟条狗一样啊，看见人就巴结。臭小子，你找死是吧？我和杜老板英雄识英雄，既然你们来他的地盘开店，我作为杜瑞秋的堂哥，不照顾一二，说得过去吗？少跟他们废话，这保护费我也不给你们多要，1个月1家2000万，总共1个亿。杜小姐，是不是很划算啊？1个月交1亿保护费，你不如直接去抢。在我吴昂泰的地盘上，天上掉下来一个钢镚都是老子的。
那我们要是不给呢？不给钱？好说，把这店给我砸了！我看谁敢！在老子的地盘，还能让你们给吓唬住？陈凡、杜瑞秋，你们也不行啊！想老子地盘上开店不掏钱的，只有胡小姐能做到。上次你们运气好，得了她的庇护，真以为你们会一直有这么好的运气吗？给我砸！吴老板，好大的威风！给我砸！吴老板，好大的威风！胡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的一个朋友在这开店，我特地前来祝贺，不行吗？朋友，您说的不会是杜瑞秋吧？他怎么可能入您的眼？我说的是陈凡。倒是你们又是拔枪又是砸店，陈凡，你来告诉我，他们想要什么？胡小姐，吴老板说在他的地盘1个月要交1个亿的保护费，正在找我们收钱呢。吴昂泰，我定的规矩，收保护费超过商户月收入的1/10，你是给记到狗肚子里了。不敢不敢，胡小姐，我跟杜小姐和陈兄弟开玩笑呢，我怎么敢公然违背您的规矩呢？吴老板，刚才你可不是这副低三下四的姿态，是谁说交不上1个亿就把我的店砸了？胡小姐，都是打打闹闹，您千万别当真啊！是啊，胡小姐，杜瑞秋是我堂妹，都是一家人，我怎么会让他们吃亏呢？胡小姐，都是打打闹闹，您千万别当真啊！是啊，胡小姐，杜瑞秋是我堂妹，都是一家人，我怎么会让他们吃亏呢？大致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陈凡，他们刚才在你们店里打凿，应该造成了不少损失吧？对，胡小姐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吴昂泰和杜行远刚到我们店里就四处打砸呀！你看把我这门踹的，3000万的千年梨花木门都被他们毁了，还有我们这满屋的翡翠原石都被他们抢走了，必须赔钱。够了！你们想要多少？1000万？1个亿。还是杜家大小姐狠啊，开口就索赔1个亿。1000万。1000万？这破门凭什么值1000万？这门可能不值1000万，但你们私闯我这门店，给我造成的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、伙食费，我给你要1000万，不过分。堂妹，别跟我套近乎。吴老板，你是刷卡还是现金？胡小姐，这违反了我定的规矩，还想全身而退？你们2个1人500万，拿钱吧。卡里有500万，你们等着，这钱我早晚拿回来。杜行远，你呢？这是我在缅国最中心的一栋别墅，花500多万买的，够了吧？滚吧！红妹、杜瑞秋还有陈凡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胡小姐，今天多谢你了。你们华国有句古话，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吴昂泰公然违反了我定下的规矩，这是他应得的。胡小姐，您在缅南的势力这么大，为什么会突然来这里？听说你们要在缅南开店，我特意准备了一份贺礼，顺便过来问问，这店铺还要不要继续做翡翠原石生意？顺便过来问问，这店铺还要不要继续做翡翠原石生意？做。缅国玉石行业如此发达，翡翠原石的市场潜力巨大，在这儿经营原石生意一定能有不错的收益。陈先生，恰巧我准备开一家新的首饰店，继续打量玉石原料。胡小姐，这么弯弯绕绕，不会就是来找我谈合作的吧？你就当是吧。怎么样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当然愿意。胡小姐，合作愉快。丝袜荼毒，谁想的这么阴损的招？算了，看在你帮我不少的份上，帮你吧。陈先生，杜小姐还在这儿呢，想看我腿的话，私下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胡小姐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丝袜啊！再乱看眼睛给你挖了。胡小姐，陈凡他绝不是故意冒犯您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男人本色嘛，陈先生如此欣赏，我反倒十分高兴。胡小姐，我是想说，你被人从丝袜上下毒了。陈先生，你果真有意思，说我被人从丝袜上下毒，不会是想要我的丝袜吧？陈凡，还不赶紧给胡小姐道歉？玩笑之言而已，不必道歉。胡小姐，我没开玩笑。您最近是不是感觉浑身发冷？尤其是到了晚上，就算怎么取暖，都会感觉到浑身冰冷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就是你中毒的表现。
如果你再继续穿下被荼毒的丝袜，毒液会随着你的皮肤进入血管，造成器官衰竭。相信我，现在脱了丝袜，一定会感到舒服不少。陈凡，你可是第一个见到我脱丝袜的男人。如果你敢撒谎骗我的话，可要对我负责。好像真的感觉暖和了一点。陈凡，一眼就能解决我长久以来的困扰，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多谢。胡小姐先前帮我解围，我顺手帮一帮是应该的。那不知道陈先生愿不愿意再帮我一次呢？胡小姐，你说就是。我想要你和我同居。什么？胡小姐，你想让陈凡跟你同居？孤男寡女的，这不合适。杜小姐，这件事得看陈凡的意愿，不是？陈凡，帮帮我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把谋害我的人抓起来。胡小姐，能在你贴身衣物上下毒的人，平时一定和你极其亲近。你其实已经大概猜到谁背叛了你吧？以你的手段，还怕抓不到人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没意思。算了，走了。胡小姐晚上会被刺杀。等等，怎么，陈先生这是反悔了，想跟我回家？没错，我跟你走。陈凡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胡小姐的家不是你能接触的。大小姐，今晚我不去的话，胡小姐会遇到生命危险，相信我。胡小姐，走吧，回家。吴老板，老子今天被你坑惨了，再敢喊我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崩了你？胡老板，今天如果没有狐媚搅局，我们已经成了。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你不想报复他去吗？滚蛋！胡小姐掌管缅国玉石市场，我疯了去报复她，我有我自己的办法，你作死别带着我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跪下，爸，让你砸个店你都做不好，我养你是干什么吃的？爸，本来我和吴昂泰都快成功了，都是狐媚那个臭娘们儿，谁知道她会突然过来搅局。狐媚，哼，还真是巧了。爸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买通了狐媚的亲信，给她下毒，今晚去她家刺杀。狐媚身边没有亲人，只要她一死，我们杜家就是最大的。缅国以后就由我们说了算。爸，还是你有办法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今晚我亲自带人去杀了狐媚，将功补过。再敢搞砸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陈先生，在抓到叛徒之前，我们就是同居关系了。这别墅里的房间你可以随便选，当然睡不着的话，去找我也可以哦。那间就挺不错的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老板，您回来啦，陈凡。你认识我？陈先生最近在缅国声名远扬，自然认识。这是我的贴身生活助理叶芳。叶芳，以后陈先生就住在这里了，你去帮他收拾一下房间。什么？老板，这不合适吧？你有意见？这个叶芳，感觉不对劲啊。说不定谋害我的人就是他呢。今天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一起抓叛徒。怕是等不到明天了。谁？胡小姐，别紧张，是我。谁？胡小姐，别紧张，是我。陈先生，还真是听进了我的话，这是睡不着，想让我提供哄睡服务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跟我来。陈凡，大半夜的孤男寡女，你还这么神神秘秘的，不会真的对我有不好的想法吧？胡小姐，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你看，叶芳，他果然是叛徒。胡小姐，不要惊动他们，我们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。狐媚的房间就在那里。好啊，狐媚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今天老子跟你新仇旧恨一起算了。走。是。 ，
别动。说吧，几位大半夜到我这儿来，想干什么？狐妹，你休想从我口中知道一点东西！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我下手？是杜心远的父亲杜强，他给了我5000万，让我按他说的做，我是被杜强给蒙骗了。求求您大发慈悲，饶我这一次吧！叶芳，你出卖老子！闭嘴！既然如此，给我下毒，也是杜强安排你做的了。是他，老板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看在我跟了您5年份上饶命啊！你还知道你跟了我5年啊？5年时间，我就养出来你这么一个白眼狼！老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些话去跟后山的野狗说吧。来人！胡小姐，老板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我饶命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胡小姐，都结束了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陈凡，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如果是你的话，可以哦。胡小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胡小姐，你可是杜家大小姐身边的红人，我可不敢对你做太多。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都可以答应。胡小姐，还是先聊聊怎么解决杜强的事儿吧。我从来都不是坐以待毙的人。杜强无非是靠着经营一所缅国最大的赌石场才切身上层，既然如此，把他的赌石场砸了就是。胡小姐，杜家在缅国势力仅排在你之下，如此光明正大的打杜家的脸，怕是会激起对方反扑，到时候两败俱伤就不好了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有办法？你确定这样能行？一定能行。哟，大英雄还知道从美人关里出来啊？昨天和胡大美人玩尽兴了。大小姐，你多想了，我跟胡小姐她什么都没有。你跟她有没有发生什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店里好的原石都给胡妹的首饰店了，剩下一堆上一任留下的废料，赶紧跟我去市场再买点。不着急，大小姐，你想不想扳倒杜强？我跟杜强一家势度水火，想不想干掉他，你心里不清楚？我有办法。你疯了！杜强的赌石场势力遍布缅国，你想过去赢光他的钱，先不说能不能做到，就算做到了，他动手就能让你躺着离开赌石场，你这和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？有我保护，陈凡不会遇到任何危险。陈凡，别担心，有我保护，你只管放心去做。至于杜小姐，就不要陪我们冒险了。陈凡还在矿区的时候就说过跟我混，他的安危就是我的安危，我凭什么不去？陈凡，你只需要了我的保护，对吧？老爷、夫人，星远少爷找到了。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少爷他手脚被废，还被丢进深山，喂了狼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杜强，都是你！为什么要安排邢远跟杜瑞强他们作对？你还我儿子！行了，你还没明白吗？如果没有陈凡，杜瑞清和胡妹早就被我们拿下了。都是陈凡那小子坏了我们的好事。陈凡，是他害死了我儿子，我要找他报仇！胡闹！你拿什么找陈凡报仇？那我们的儿子就白死了吗？跟陈凡有仇的不止我们一个，还有称霸缅南的吴昂泰。先让他去试试陈凡的水。老爷，吴昂泰那边放言说再也不掺和陈凡的事儿。什么？老爷，陈凡这小子已经成了气候，
怕不是很快就要帮杜瑞秋来对付我们？您手下的赌石场，怕是有危险啊！正愁没办法对付他们呢。赌石场可是我的地盘，只要陈凡他们敢来，我让他们站着进去，躺着出来。缅南的市场被陈凡拿下了。是的，家主。现在缅南的原石生意都由陈凡接管，他还当众承诺取消保护费，不少小老板都开始向他靠拢，怕是很快就要帮大小姐对付他大伯一家。老爷，你要出手吗？小辈之间打闹，我一个老头子掺和什么？可杜大小姐和杜强少爷怕是不会轻易善罢，不加以制止，只会两败俱伤。打起来才好啊！我杜家的后人，绝不能没有血性。谁赢了，谁才有资格代替我担任杜家家主的位置。杜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玩玩。完事儿的呢，生意来了。老板，杜小姐和陈凡到了。拖住他们，等我过去，我要让他们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。是。陈先生，杜小姐，我们老板马上到，不如现在大家玩一局，热闹热闹。行啊。玩什么？桌上总共有10块原石，各位可以通过竞猜其价值进行下注，准确的排出来价格前3名，最高获得10倍的赔率。如果10块原石的价格顺序我全都排对了，小伙子，你就别想了，排对10块原石价格的人，整个缅国就没出现过一个，还全都排对会怎么样？你以为你会透视啊？杜大小姐，你身边的人都是这么狂妄自大吗？我的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议论了？这不说让说就不让说呗，整这么吓唬人干嘛？陈先生，如果你能排对10块原石价格，我们会按照1000倍的赔率赔付。能行吗？放心，只要我按照10块原石的价格，由高到底全都排对，就能得到1000倍的赔率是。这里是1000万，我全压了。陈先生，您确定要全压吗？小伙子，我劝你冷静点，这赌石你能猜中1块回个本都不容易，当心1000万打了水漂。各位，如果你们想赚钱，就跟我一起选。能选原石了吗？请。原石前方放着号码牌，陈先生可以随意排序。大鱼还没出来呢，先赚个小的玩玩。这小子这么认真，不像是一时冲动啊？难道他真的有2把刷子？赌场里妄图一步登天的人我见多了，最后哪个不是输的底裤都不剩？他这1000万，怕是连个响都听不见。万一是真的，跟着陈凡头可就要赚大发了。不管了，我跟了，100万，我跟了。我选好了，最后30秒，还有人要压注吗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有请解石师傅现场解石。师傅，请吧。小伙子，我给你选了7号、3号和5号原石当前3名，你可不要骗我啊！恭喜你，很快可以躺着数钱了。大言不惭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石头都切开了，能说结果了吗？小伙子，你最好靠谱啊，不然你的1000万跟我的100万可都要打水漂了。全场价值最高的原石是7号。7号，小伙子，第1名我们压中了，起码不会赔钱了。后面有你激动的。
不就是运气好了点吗？有什么得意的？你要是不会闭嘴，我可以帮你。价格排名第2的原石是3号，第2名也猜中了。小伙子，只要排名第3的原石是5号，我们起码能赚10倍啊！第2名也猜中了。小伙子，只要排名第3的原石是5号，我们起码能赚10倍啊！这价格排名第3的原石号码能说了吗？排名第3的原石为3号，我中了！都听到了吗？10倍赔率，我中了！怎么会这样？赌石场开了30年，抽中前3名者寥寥无几，他们怎么就会中了？一路走到现在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小伙子，谢谢你啊，让我100万赚了10倍，整整1000万啊！老板，陈凡在我们厂里赚了1个亿。什么？该死的陈凡，还是小看他了！给我继续拖着，我马上到。对了，这小伙子说好的猜中10块，第4块原石是不是9号？不好意思，价值第4的原石是1号原石。不是说好的猜中10块吗？怎么到第4块就不行了？少在这儿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，猜中3块怎么了？人家小伙子照样带我赚了10倍的钱，你行吗？哼，少在这儿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，猜中3块怎么了？人家小伙子照样带我赚了10倍的钱，你行吗？你，哼，不就是运气好吗？小伙子，今天多谢谢你了啊！以后有事儿就去找哥，哥豁出命也一定帮你。陈凡，以你的能力，绝对不可能只猜中价值排名前3的原石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杜强还没出现呢，万一把他逼得狗急跳墙了，怎么办？我押了1000万，按照10倍赔率，是不是应该赔给我1个亿？按规定来说是这样，不过先生您中的数额太大，需要经过我们老板亲自确认才行。这么大一个赌石场，这点钱都需要老板亲自确认吗？就是啊，万一你们老板不认账，我们怎么办？这是赌场刚成立时设立的规矩，还请各位见谅。我要是不见谅呢？清场，都散了！清场，都散了！你大人犯法的！这个杜强来的还挺快。大伯，作为这个赌石场的老板，刚到就把客都驱散了，生意不做了。我大侄女好不容易来我的地盘，我不好好照顾照顾，也说不过去，不是？废话少说，我刚才在你这儿赌石赚了1个亿，拿钱吧。1个亿？有这回事吗？老板，他们撒谎。听见了吗，小丫头？大妈死得早，就是缺少管教，敲诈敲到我这个大伯头上了，你找死！小丫头片子，你以为你手里那把枪能救得了你？在我杜强的地盘上，枪杆子还轮不到你说话。看来杜老板今天是铁了心不认账。你他妈耳朵聋啊！你们捏造事实，我凭什么认账？还有，臭小子，我儿子死在你手上，今天你得死在这儿！臭小子，我儿子死在你手上，今天你得死在这儿！把他给我拿下！给我站住！在我的地盘还能让你们翻了天？动手！我看谁敢动他们！总算来了。我来晚了，没事吧？吴妹，当真要跟我作对？跟你作对，
你也配？你，狐媚，就算你是免过商界之手又如何？我杜家也不是吃素的，跟我作对，没你好果子吃。我狐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你当我是被吓大的？从你派人谋杀我开始，我们就已经不死不休了。今天我们两个，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。找死！给我弄死他们！我看谁敢动！把枪放下，不然我现在就崩了他！放下枪，快啊！小子，放了我，我保证既往不咎，让你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笑话，杀了你，我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别闹了，说正事吧。今天是我栽了，要杀要剐你们随便。不过杜瑞秋，我来之前就已经写好了遗嘱，就算你们杀了我，也休想得到一点东西。都是文明人，整天喊打喊杀的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赌石场的规矩，只要我能按照10块原石的价格，由高到低全都排队，就能得到1000倍的赔率，是吧？你还想跟我赌？这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，你不愿意？你想怎么跟我赌？简单，我刚才在你这赌场赢了1个亿，全押。万一我猜中10块光石的价格顺序，就能赢1000亿。1000亿换你这个赌石场，足够了吧？说得好，说到底不还是想要我手底下的资产？杜强，这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，别不知好歹。是选赌石还是选去死？我想你自己能想明白。陈凡这小子想一次性猜中10块原石的价格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跟他赌不会吃一点亏。好，我跟你赌，不过我得加个条件，如果你没猜中10块原石的价格，输了不仅那1个亿归我，杜瑞桥的矿场，还有你缅南的地盘也都归我。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有分析万物的眼睛，还怕赌石会输？我答应你。把涂好干扰图层的原石拿过来。是。除了干扰图层的原石，就算全世界排名第1的鉴定专家，也鉴定不出1块。陈凡跟我斗还嫩了点。这里是10块原石，10分钟内选好结果。陈先生，请吧。老东西，果然见长。陈凡，就算你精通鉴定玉石又如何？有我特制的干扰图蒙，就算神仙来了也鉴定不出来。陈先生，10分钟时间马上到了，您怎么还没排好顺序？稳了，陈凡，你要是看不出来，不如直接认输。杜强，再敢干扰陈凡，我立刻让人把你扔去喂鳄鱼。你给我等着！等你们输了，我一定让你们死无全身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陈先生，你整整10分钟都没排好顺序。根据我们赌石场的规矩，自动视作认输。陈凡，想不到你竟然这么蠢，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既然你输了，按照赌约，你和杜瑞桥名下的资产全都归我。谁说我输了？怎么，10分钟你都没给这些原石排好顺序，这不叫输叫什么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嘴硬什么？我当是什么呢？这些原石的顺序就是我排好的顺序，从右往左，价格依次递增。我当是什么呢？这些原石的顺序就是我排好的顺序，从右往左，价格依次递增。一派胡言！哪有人在10分钟内连1块原石都没仔细端详就排好顺序的？陈凡所言是真是假？现在解释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好，陈凡，既然你这么嘴硬，今天我就亲自解释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你说这最右边的1块原石价格最低，没错吧？不错，这是块废料，里面根本就没有玉。大言不惭！这块原石有我特制的干扰图层，没有人能准确鉴定。啊！竟然真的没有玉！不可能，这一定是碰巧了！给我拿第2块过来。里面有婴儿拳头大小的和田玉，也就值个500块，在这10块原石里，价格排名倒数第2。少给我胡说八道！我不信！真是和田玉！
婴儿拳头大小的和田玉，市场价顶多500，真的和陈凡说的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我的原石分明……你的原石怎么了？我的原石好得很，陈凡不过是运气好，这才猜中2块而已，后面还有8块呢。我不信陈凡每一块都能猜中，拿第3块原石来。陈凡，你不是很自信吗？这第3块原石，你能看出里面有什么吗？水种翡翠，里面有大裂，价值1000块。还真是水种翡翠，如果没有大裂，能卖几万块，可惜了。不可能，世界上没有人能连续猜中10块原石的价格，这一定是运气。继续。拇指大小的水种红翠，价值5000块。糯冰种飘青花1万。最后一块也是最贵的玻璃种紫罗兰，价值800万。玻璃种紫罗兰，成色不错，我要。怎么可能呢？10块原石的价格全都猜中了！陈凡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杜强，你输了。按照赌约的1000倍赔率，你要是拿不出1000亿赔偿，那这个赌场归陈凡了。想把我的东西抢走，你们做梦！反正这里只有我们，我不承认你们赢了，就没人知道。是啊，反正这里只有我们现在杀了你，也一样没人知道。你们行了，你刚才的话全程录音，只要我们拿给杜老爷子，他一定会把赌石赌场交给我的。杜强，你已经输了。赔钱还是死，选一个吧。我赔钱。赌市场的所有资产加起来绝对够1000亿。我现在就签转让协议。带他去。一切总算结束了。说什么呢？你的未来才刚刚开始。我之前对你的承诺，这辈子都作数，记得来找我。胡小姐，我好深情啊，陈凡，你不是说你和胡小姐什么都没发生吗？大小姐，你是我的人，这一辈子都是。